他为他打下江山，约定100次容忍，可他却在奸臣的蛊惑下，亲手将他逼上死路。这个男人是权倾朝野的白衣丞相诸葛长苏，也是大燕国最年轻的战神。先帝临终前，将唯一的女儿宋茜茜和整个大燕江山托付于他。丞相，茜茜年幼，又是女儿时，朝中军政只能委托于你。臣自当尽力。面对顽劣任性的公主，长苏立下承诺，会给她100次犯错的机会。陛下，我给长公主100次机会。好，茜茜。而茜茜也曾信誓旦旦会视他如国士，若有亏欠，不得好死。征待诸葛长苏，视他如国士，若有亏欠，生死无效，不得好死。长苏没有辜负先帝的期望，他辅佐茜茜登基，对内推行仁政，对外整顿军备，甚至亲征沙场，为大燕一统三国立下赫赫战功。出征前，茜茜满怀爱意的与他许下婚约，盼他凯旋做一世夫妻。可谁能想到，3年后长苏大胜归来，等到的却不是10里相迎的未婚妻，而是一个和新科状元秦朗卿卿我我的女帝，和一句冰冷刺骨的质问：你可知罪？长苏一头雾水，自己征战3年何罪之有？原来女帝早已听信秦朗谗言，认为长苏擅自与匈奴开战，是穷兵黩武，置百姓于不顾。长苏据理力争，指出匈奴如狼，退一步便会进3步。可女帝却完全听不进去，甚至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宣布将匈奴之事全权交由秦朗负责。老臣为长苏鸣不平，却被秦朗一声令下，以藐视圣威为由拖出去斩了。你敢不跪？来人！此人胆敢藐视圣威，拉下去斩了！眼看忠臣惨死，长苏心如刀割，他默默念着对先帝的承诺，100次机会，如今只剩7次。紧接着，一道圣旨更是将他打入深渊。越王诏曰：摄政王丞相长苏善战匈奴，有失国体，即日起革去摄政王之位，永不再封。钦此。他竟为了一个奸臣废掉了先帝亲封的摄政王之位，而女帝的妹妹燕王前来劝说，反被女帝斥责。更荒唐的还在后面，秦朗故意摔下楼梯，嫁祸长苏，女帝不问青红皂白，竟要掌打为国征战的功臣。来人，给朕掌嘴！我愿发望断天涯，那一方青石转可惜。燕王再次出面阻止，却被女帝直接软禁。随后，他更是夺走了长苏最后的护身符——免死金牌。100次机会只剩最后一次。另一边，太后质问女帝为何如此对待托孤重臣，女帝却振振有词，说天下只知丞相不知炎帝，必须打压。她天真的以为长苏有婚约束缚，对自己百依百顺，绝不会离开。而朝堂之上，秦朗一党竟变本加厉，以结党营私为名弹劾长苏，要求废弃相位。面对满朝污蔑，面对女帝的冷漠，长苏终于心灰意冷，他交出相印，用尽了最后一次机会。臣愿辞去相位，以保大燕国安宁。丞相。女帝欣然接受，并立刻任命秦朗为新丞相。长苏布衣白身，孑然离去，只留给朝堂一个萧索的背影。他离开前呈上了最后一份奏折，内容是解除婚约。可此时的女帝正因秦朗假摔而手忙脚乱，看都没看就批了。此事我批了。他还天真的以为长苏只是闹脾气，大婚当日就会回来。然而他不知道，这一次长苏是真的走了。从今往后，再无君臣，也非夫妇。这相思似雪花。
转转朝花夕拾，却几时。大婚当日，女帝亲临丞相府，却发现人去楼空。下人告知，年仅30的长苏竟已告老还乡。女帝这才惊觉，那个为她殚精竭虑的男人早已少年白头。更让她心碎的是，她看到下人正在焚烧她亲手做的所有礼物，布老虎、手工画平安符，每一件都承载着他们曾经的美好回忆。那个曾说要一辈子珍藏的男人，终究还是被她伤透了心。女帝崩溃了，她下令全城搜捕，却被燕王拦下，提醒她长苏已是布衣来取自由。为了挽回颜面，秦朗提议让她假扮长苏回宫，女帝竟也同意了。洞房之夜，女帝对着假长苏诉说衷肠，甚至说出自己学了房中术要补偿他。可当她掀开盖头，看到的却是秦朗那张得意的脸。与此同时，真正的长苏在城外驿站被一群杀手围攻，危急关头，燕王及时赶到救下长苏，两人情急之下拥抱在一起，却正好被赶来的女帝撞见。原来是在这儿，朕的皇妹情深意重。误会再次升级，女帝以为两人私通，妒火中烧，下令要斩了长苏。满朝文武和将士纷纷跪下求情，无人敢动手。长苏心如死灰，说出自己早已用奏折解除了婚约。女帝这才想起那份被她忽视的奏折，派人取来一看，当场呆住。他终于明白，100次机会已经用完，这个男人是他无论如何也留不住了。为了彻底断绝他的念想，长苏甚至当众立下毒誓，此生绝不投奔他国，宁愿一身才华埋没山野。诸葛长苏若投靠别国，帮其谋划，必万劫不复，不得好死。临走前，他留下3条安国之策，这是他为大言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。百姓自发相送，10里长街跪满了他曾守护的子民。可女帝非但没有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她听信秦朗，清洗朝中诸葛旧部，无视长苏不可加税的忠告，横征暴敛，导致天灾人祸不断，国库空虚。更致命的是，她完全忘了长苏善待蒙恬的叮嘱，在秦朗的挑唆下，当朝羞辱前来觐见的北魏第1猛将蒙恬。尔等不过败军之将，朝廷饶你性命，给你官当，你就应当好好替陛下分忧，效这犬马之劳。大人息怒，败军之将安敢狂吠？你吃了陛下的饭，关心什么贱民生计？秦丞相说的是，当狗啊，就好好当。秦丞相，正是本相。蒙恬得知长苏早已离去，怒不可遏，他直言自己只认诸葛丞相，当场发难，大闹朝堂。女帝本有机会当场斩杀蒙恬，以绝后患，却在秦朗被吓尿裤子求饶时，选择了放虎归山。他愚蠢地相信秦朗能解决一切，结果蒙恬起兵造反，秦朗派出的10万大军被蒙恬2000部众一击击溃，兵锋直逼京都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女帝竟采纳了秦朗最恶毒的计策。你有何计？向匈奴起兵。解兵，只有向匈奴解兵，才能平定蒙霍之乱，方能保陛下渡过此关。他彻底忘了长苏匈奴不可信的警告，引狼入室。此时，远在乡野的长苏得知京城之变，毅然决定出山。他只为天下苍生，不为那个伤透他心的女人。他单骑快马，说服了蒙恬退兵。可京城内，女帝还以为是秦朗的功劳，沾沾自喜。下一秒，战报传来，匈奴大军兵临城下。秦朗见势不妙，立刻投敌，打开城门，京城沦陷，女帝沦为阶下囚，被秦朗百般羞辱。当你高高在上，掌握着一切，所有人都对你俯首称臣，跪舔你的时候，你能想过有今天吗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只要你俯首称臣，乖乖做我的女奴，我就让你活着，给我生一窝崽。陈大人，我们也要，都有。对，朕是这大言的皇帝，朕宁死不屈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废物就是废物。宋茜茜，
你说你文不成武不就，除了有张漂亮的脸，你还有个啥？我当初如此信任你，你却这般羞辱我。信任？你就是拿我当诸葛长苏的替代品而已。我当初怎么就信了你的鬼话？所以说你蠢呐！你杀了我吧！杀了你，那多可惜呀！我教了你那么多房中之术，也该实践一下了吧？你不是说你有龙阳之品，只喜男子吗？所以才说你傻呀！我说什么，你都信。我给你脸了。哎，秦大人，秦大人，我们准备了羊皮，让他受前阳礼，丢尽脸面，再享用如何？好主意。不。爬呀！过来！快就是打麻将呀！快点！西西，丞相乃千年难遇之奇才，你要好好待他，万不可辜负。父皇，我宋西西一定好生待诸葛长苏，视他如国师，若有亏欠，生死魂销，不得好死。难道这就是报应吗？你们这帮畜生！该死！烟！够坚持的，还想跑？皇姐，燕王，你为何在这儿？先生知晓京中有变，所以特令我等回朝救援。先生，你说的先生可是长苏哥哥？正是。他在哪儿？先生孤身一人去往叛军大营，去找蒙霍说服他，让他退兵。叛军大营，他们皆是嗜杀虎狼之辈，一个人前去，太冒险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们。皇姐，皇姐不必了。皇姐，刚刚已经得到线报，先生已经劝服蒙霍了，叛军退军了。敌军撤退，是长苏哥哥的功劳，不然呢？除了先生，还有谁能劝服蒙霍？你还说这些都是你的功劳？说什么你都信啊？你脖子上的脑袋是个装饰吗？皇姐，你不会以为叛军撤退是这秦朗的功劳吧？皇姐，本来事情已经平息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昏晕到这种地步，去找匈奴借兵。你知道我们一路过来，满京城血流成河，多少无辜的百姓惨遭涂炭。都是朕的错，都是朕的错。行了，母后呢？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快去找母后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。
王殿下，说，我母后是怎么死的？匈奴人进宫，奸淫掠夺，太后不愿受辱，于是自血，以前清白。母后，这世上所有离别，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死了我的母后！怪我，借兵匈奴是你同意的，吐国文牒是你签的，害死你母后的是你自己。胡说八道！信不信这现在就杀了你？事已至此，我还能活？宋欣欣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始终只爱诸葛长苏一个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什么？你爱我？不然呢？我费尽心思靠近你，就是为了得到你，而你呢？我俩都拜了堂了，你还是不让我碰。别说，你别说了！那我就毁了你，苏欣欣，你也有今天的。真杀了你！只为遇见你，一生遥望，成为黑暗里行走的光。够了！秦丞相乃是新科状元，深谙外交之道，后续匈奴之事就由新科状元秦朗全权负责。君知道，得先让官吏有业，方才能如臂行事。那某火不过是败军之将，一介蛮夷，早已被我大言铁兵兵吓破了胆，何惧之有？陛下，匈奴只是贪财，诸葛长苏与谋祸，却要的是您的皇位。我若不能说服匈奴，臣定当以死报活。该死的东西，真要将你亲人的问话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秦朗罪大恶极，固然该死。那为何还要拦阵？但先生曾经说过，国之大乱，秦朗为首，需留他一命，用于祭旗，鼓舞士气，不可擅杀。宋欣欣，你看到了吧？我就是死不了。做梦！只要朕再位一天，你就活不过今日。你已经不是大燕国的皇帝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后去世前拿出先帝遗诏，还有口谕，请诸位听旨。太后口谕：皇帝宋西西狂妄自大，昏聩无度，轻信佞臣谗言，怠慢托孤忠臣，致大厦将倾。现请先帝遗诏，剥夺皇位，由燕王宋瑶瑶即位。钦此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先帝遗诏在此，太后遗体在上，奴婢怎敢撒谎？母后，你怎会如此？皇姐，母后刚刚去世，此事我们日后……宋瑶瑶，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预谋的，对不对？皇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你一直觊觎朕的皇位，一步一步让朕深陷险境，是与不是？我原本以为
你经历了如此的险境，可能会自责、懊悔，没想到你还是这样自私无能。先生说的果然没错。先生，你与先生，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图谋我的皇位！住嘴！这个世上所有人都可以说先生的不是，除了你。宋茜茜，你没资格这么说他。诸葛长苏，他坐山观虎斗，看着我身陷险境却不出手相助，他就是一个胆小鼠辈，是个十足的小人。你怎可报！匈奴10万大军寇边，丞相带着残兵北上了。什么？入城的匈奴刚刚消灭，哪来的10万大军？匈奴早就有吞并大燕之心，他们之前得到了朝廷给的赔款，还有10城，实力大增。城中只是先锋，大军早已在100里之外啊！看你干的好事，先生孤身一人，如何北上？对啊，他会不会有危险？丞相说服了叛军之后，收拢了东南大营的溃兵数千人。数千人？那他岂不是去送死？这就是你说的胆小鼠辈，十足小人。备马，我要亲自去追回先生。这也去？你们2人带3万人去爬这座山，这座山。先生，先生，京城可好？平定了。长苏哥哥，长苏哥哥，陛下，您千金之躯，切莫如此称呼，乱了尊卑。我已经不是这大燕的皇帝了。丞相，太后请出先帝遗诏，你传位于燕王。长苏哥哥，这不，我现在除了你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，你我之间早已没有了关系，从今往后再无君臣，也非夫妇。宋茜茜，你与我天下之大，生生世世再有尽。长苏哥哥，我之前冷落你是因为了江山社稷，其实我心里面一直都深爱着你。皇姐，够了，别再为难先生。长苏哥哥，我遇难秦朗，我们俩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，我的身子还是干净的。不信你看，冷静一点。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不肯原谅我？我本来想在新婚之夜的时候好好补偿你。你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理解过我。什么？你与秦朗私情如何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你对我个人如何，我也从来不在乎。那你在乎的是什么呢？我在乎的是这大燕的江山和天下的黎民百姓。请吧，大人。先生，这匈奴来势汹汹，你带着这几千残兵孤身北上，这简直是以卵击石，飞蛾扑火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去？因为我不得不去。为什么？荆棘之地，乃我大燕国立国之本。若是无人能抵挡匈奴的骑兵，先会有1万黎民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先生，那也不必亲自去啊。你皇姐这几年胡作非为，早已弄得民心尽失，士气不在。我若不亲自坐镇，军心自溃。该死！可是先生，你不必再劝我。
你放心，我已联系了北地镇守的岳母和刚离开不久的魔霍。你既已取代了宋西西，便在京城召集各方势力，组建援军。可是先生，我怕我不行。我让关飞住，我会尽可能给你们拖延时间。只要守住匈奴大军的第一波攻击，我便能绝地反击，还大燕百年安康。是，副将。先生，可否答应我一件事情？何事？出征之前，给我留下一个皇子。细雨着，水袖起落，唱悲欢，唱离合，无关我。我望向他，他望向他，有瞬间是的表达，是我无法袒露的伤疤。瑶瑶，他只想他，他只想他，破碎的言语关注他，一场乱流到散落的月光，在夜里变成尘埃。多一种再见。如果爱只是一场别的生活，你会不会来救我？关将军，国朝更替，陛下处理，京城军务靠你了。丞相放心，属下定尽快收拢溃兵，带着援军追上来。诸位，朝中之事，拜托了。丞相，我等自当效死。瑶瑶，我走了。请先生一定要平安归来。对臣秦朗，结党营私，祸乱朝纲，通敌叛国，斩！斩！斩！好！长苏哥哥，长苏哥哥，长苏哥哥，这是我之前为你亲手骑的平安符。此战凶危，靠的不是平安符，而是舍生忘死，人人搏命。大燕将士，为了黎民百姓，随我出征！杀！陛下，西西，西西，你操心就行，西西累了要抱抱。我们还未完婚，皇上说呢。谁敢说，我便打死他！长苏哥哥，这是我缝了半个月的，西西手笨，你可不许笑话我。不会，我会一辈子珍藏的。长苏哥哥，你出征在外，一定要记得想我。我会天天毒死的。朕别无他求，只期盼你能平安归来。臣遵旨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朕？我们曾经那么相爱，为什么？
大燕铁军上！朕就说，长苏哥哥一生从无败战，怎会轻易死去？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殿下，这大清早的，你们在门口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刚刚传来消息，匈奴大败。大败？那是好事啊！但是丞相他殉国了。你说什么？丞相他以寡敌众，最终难敌匈奴铁骑，力竭而亡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他可是诸葛长苏，一统天下的丞相，是我大燕第一只谋士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是你一定在说谎，你在妖言惑众，对不对？听说丞相的棺材已经被猛火护送进了京城。不可能！朕不信！朕不信！你们一定是在骗我，这里面躺着的不可能是诸葛长苏，对不对？皇姐，你不要再闹！不可能！堂堂诸葛长苏，我大燕的丞相从无败绩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死去了？轻易！丞相面对的是10万匈奴铁军，而他所率的就只有数千的败军。那10万匈奴，也是你这个昏君搜刮民脂民膏养出来的。10万大燕铁军，沦落到数千的败军，也不过是拜你所赐罢了。丞相为了大燕的黎民百姓，大燕铁军上！孤身赴死，我赶到时，他身边竟没有一个人，却面对着无数的敌人发动冲锋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丞相之前已经为大燕耗尽了毕生的精力，现在也为大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如此的无说国事，在你这等昏君眼中，到底算什么？长苏，他坐山观虎斗，
这种身陷险境却不出手相助，他就是一个胆小鼠辈，是个十足的小人！不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在为你而来，这辈子都只想和你有关，哪怕是梦，心甘愿不醒来。为你而来，我的爱是最轻柔的对白，人间匆匆，永远爱你。不会更改。宋茜茜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先生生前你就从未善待过他，现在他死了，你还要继续糟践他不？不是这样的，宋茜茜，先生凭一己之力平定天下，创下不世之功，你呢？你是怎么对他？你先是夺了他的摄政王之位，随后又废了免死铁券，最后连他丞相一位也逼着他送给了你的小白脸。不是，这些都是秦老的错。即便如此，先生在临走之前仍给你留下3册，这3册可保我大燕百年平安。你但凡遵守1册，哪怕是1册，先生也不可能带着那几千残军为国赴死。别说了，我求你别说了！你害得国家动荡，百姓遭殃，甚至连母后都害死，这些我都不怪。但是为什么先生为国捐躯以后，你还不能给他留下那么一丝丝的安宁？长苏哥哥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走开！昏君！昏君！走开！昏君！打死他！昏君！打死你！走开！昏君！打死你！昏君！打死他！不必了。也会啊，也先生，我送你回家。我送你回家。此心似空流，泪然不归。望穿虚境，看红尘是非。时光倒回，饮下忘情一杯。时光初见，为谁而归？秋又去，恭送丞相。瑶瑶，瑶瑶，浮生若梦，为花几何？月落。
你能达到拯救。长苏哥哥，太后说以后你就是我的摄政王了。陛下厚爱，臣必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不许你死，我要以后都听你的。摄政王诸葛长苏，善战匈奴，有失国体。我们俩都已经有婚约了，革去摄政王臣之位。愿辞去相位。此去就要报。至于丞相犯下欺君之罪，事后不正没法，嚣张跋扈，夺其免死金牌，以儆效尤。大人铁军，杀！梦境会成空，我们聚散无忧，何处能相逢？我不想让你死。心寒灿烂，爱恨也消过，眼底路悠悠，凌波如我梦。我来陪你。眼底路悠悠，凌波如我梦。若有来生，我定不负你。谢谢。我重生了。